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喜欢的话题。对，这个话题我超喜欢，就是电脑游戏。哈哈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个主题。你平时玩游戏多吗？挺多的吧，我每个星期都会玩几次，尤其是周末，我一玩就停不下来。哇，一玩就停不下来。那你是真的喜欢游戏啊？那你一般玩什么游戏？我最常玩的是一种叫模拟经营类的游戏，就是那种你要建一个城市，开一家餐厅或者经营一家店的游戏。哦，我知道那种，比如说玩家要自己经营一个地方，对吧？对，这里的经营就是自己管理、安排、照顾所有事情的意思。比如经营一家咖啡店，意思就是你是老板，你要想怎么赚钱，怎么让客人开心。原来如此，经营这个词挺有意思的。那你玩这种游戏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像真的在工作？哈哈，有一点点，不过游戏里的工作比较轻松，不像真的那么累。那你玩的时候通常用电脑还是手机？主要用电脑，因为电脑的屏幕大，看起来更舒服，而且电脑游戏的种类比手机游戏多。对，这倒是。其实我以前也特别喜欢玩电脑游戏，尤其是大学那会儿，宿舍里的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有游戏要打。对呀，学生时代真的很容易沉迷游戏。哈哈，沉迷这个词要解释一下。沉迷的意思是太喜欢一件事情，以至于停不下来。比如沉迷游戏、沉迷手机、沉迷电视剧。对，比如我朋友小林就有点沉迷游戏，他每天放学就去打游戏，不写作业。那可不行，游戏好玩，但也要控制时间。是的，不过我觉得玩游戏也有好处，比如可以放松心情，交到朋友。没错，其实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联机功能。联机？对，就是可以和别人一起在网上玩。比如你在家，我在家，我们打开同一个游戏，就能一起玩。原来这就叫联机啊，我还以为是联网呢。联网和联机其实差不多，不过联机更常用在游戏里面。明白了，那小夏，你现在还玩游戏吗？现在工作忙得多了，玩的时间少了。不过有时候周末也会玩一点，主要是那种解谜类的。解谜？你喜欢动脑的游戏呀？对，解谜就是要想办法找到答案的游戏，有点像侦探破案。哇，听起来好酷啊！那你玩的时候是自己玩还是也会联机？一般自己玩，因为那种游戏比较安静，你要慢慢想。我发现每个人喜欢的游戏类型都不一样，有人喜欢动脑的，有人喜欢打打杀杀的，有人喜欢轻松一点的。刚才我们说到，每个人玩游戏的理由都不一样。那麦麦，你为什么喜欢玩游戏？我觉得玩游戏可以让我放松，每天上课、写作业都很累嘛，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就能暂时忘记那些压力。对，放松真的很重要。放松就是让自己舒服一点，不那么紧张。比如你可以说，我去听音乐放松一下，或者我喜欢周末玩游戏放松。对呀，而且游戏还能让我觉得开心，每次赢了，我都特别有成就感。哈哈，说到这个，成就感也是一个好词。成就感就是当你完成一件事以后，觉得自己很棒，很有满足感。比如我学会了一个新的舞蹈动作，我就有成就感。对，我玩游戏的时候，比如打赢了一场比赛，我就特别有成就感。那我能理解你为什么喜欢玩游戏了。不过有些人玩游戏不是为了赢，而是为了社交。社交？对，社交就是和别人交朋友、聊天、互动的意思。比如有的人喜欢玩联机游戏，因为可以认识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。我也是这样，我有几个网上认识的朋友，就是在游戏里认识的。我们经常一起聊天，一起打游戏。哇，那挺有意思的。你们见过面吗？还没有，我们只在游戏里聊。不过
已经认识2年了，感觉像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样。这也算是游戏的一个好处吧。以前人们交朋友只能在现实中，现在网络游戏让大家更容易认识新朋友。对，不过我也觉得要小心，网上有时候也有坏人。对，这是个很好的提醒。大家在网络上玩游戏、聊天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告诉别人太多个人信息。是的，其实除了放松、社交，还有人玩游戏是因为他们喜欢挑战。挑战这个词我喜欢，挑战就是有难度的事情，对吗？对，挑战就是要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。比如这场比赛很难，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。对呀，有些游戏真的很难，有时候我输了很多次，可是我越输越想玩。哈哈哈哈，那就是有挑战性的游戏。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态度，遇到难的事情不放弃，这样在生活中也能更有耐心。对，其实我妈妈有时候会说我浪费时间，但我觉得我从游戏里也学到了东西。哦，你学到了什么？比如团队合作，我们打游戏的时候，如果不配合就会输，所以要学会怎么和别人一起完成任务。这个太对了，团队合作就是几个朋友一起做一件事，互相帮助。其实这也是一种很有用的能力。对，我觉得游戏也可以教人一些生活的道理。是啊，只要不过度，玩游戏其实也可以是好事。不过度就是不要玩太久，对吧？对，不要太多时间都放在游戏上，比如一天玩半个小时、1小时还可以，但要是一直玩，不吃饭、不睡觉就不好了。哈哈，那样太夸张了。我以前就听说有的人因为沉迷游戏忘记时间，那真的会影响学习和健康。所以我现在都会定闹钟，提醒自己该休息了。这个方法不错。小夏，那你以前玩游戏的时候，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我觉得游戏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能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另一个世界？对，比如我在玩解谜游戏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侦探，去找线索，发现秘密，那种感觉很神奇。对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游戏就像一扇门，让你去不同的地方，做不同的事。没错，有的人喜欢在游戏里旅行，有的人喜欢冒险，有的人喜欢创造。创造就是自己做出一些新的东西，对吧？对，比如在游戏里建房子、造城市、画角色，这些都叫创造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游戏。刚才我们说到电脑游戏有很多种类，那我们来聊聊都有哪些类型吧。好呀，我先说一个我最喜欢的养成游戏。养成游戏，那是什么？就是那种你要照顾一个角色，让他慢慢成长的游戏，比如养宠物、养孩子，或者经营一家小店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像是你每天登录游戏，喂它，陪它玩，它就会长大。对，我以前玩过一个游戏，是养猫的，每天要给猫洗澡、喂饭、买玩具，看着它慢慢长大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哈哈，你这是虚拟宠物游戏啊？虚拟的意思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动物。对，虚拟这个词可以教给听众一下。虚拟的意思就是只存在在电脑里，不在现实生活中，比如虚拟世界、虚拟人物。非常好。那除了养成游戏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射击游戏，就是那种你拿着枪打敌人的游戏。哈哈，这种游戏好像男生特别喜欢。是的，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女生玩射击游戏，玩起来很刺激。刺激这个词也不错，刺激就是让人感觉兴奋，有点紧张的那种感觉。比如坐过山车很刺激，看恐怖片也刺激。对，打游戏的时候，特别是最后要赢的时候，心跳都加快。那确实挺刺激的，不过我更喜欢解谜游戏。就是那种要动脑的，对吧？对，
比如找到线索、猜答案、打开门、找出口，要仔细观察，一步一步思考。听起来很烧脑。哈哈，烧脑就是要想得很多很难的意思。比如一道很难的数学题，也可以说这题真烧脑。对，那除了动脑的，还有那种需要动手的游戏。动手？你是说动作类游戏吗？对，就是要一直按键盘，跳、打、跑的那种，手都忙不过来。哈哈，这种游戏很考验反应力。反应力就是你看到事情后能多快做出动作。比如看到敌人马上按跳，这就叫反应快。对，反应快的人一般玩动作游戏都很厉害。那还有一种游戏，我也挺喜欢的，策略游戏。策略这个词有点难哦，你要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？好的，策略就是你要先想好怎么做，怎么赢的一种方法。比如打仗的游戏里，你要先安排人，想计划。对，比如说这个游戏要有好的策略才能赢。对，我觉得这种游戏很考验思考能力。没错，玩这种游戏的时候要慢慢计划，不是靠快，而是靠脑子。哈哈，靠脑子这个说法太可爱了。其实我觉得策略游戏和解谜游戏有点像，都是要动脑，只是一个慢，一个快。对，还有一种我想说，冒险游戏。冒险游戏，那听起来就很好玩。对，在这种游戏里，你是主角，要去不同的地方打怪、找宝藏，每个地方都有新的故事。那冒险这个词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，冒险就是做一些有危险或者不知道结果的事情，比如去爬雪山是一种冒险。对，游戏里的冒险比较安全，但也让人觉得刺激，有挑战。我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游戏，感觉自己像故事的主角一样。对呀，在游戏里，你可以变成你想成为的人。这句话好浪漫。哈哈，是吧？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几种游戏，有养成游戏、射击游戏、解谜游戏、动作游戏、策略游戏，还有冒险游戏。哇，这6种类型基本上包含了所有常见的电脑游戏。对，而且大家也可以用这些词来表达自己的喜好，比如我喜欢策略游戏，我不太喜欢射击游戏，这样说就很自然。对，而且这些词都很生活化，不只在游戏里能用，在别的地方也能说。没错，比如养成也可以说养成好习惯，挑战可以说挑战自己，创造可以说创造机会。刚才我们说了各种类型的电脑游戏，现在我们来聊聊玩游戏到底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？对，这个问题很多家长都关心。对，我小时候妈妈也经常说少玩电脑，多看书。我妈妈也这样说，她觉得玩游戏就是浪费时间。其实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，玩游戏也有好处的。对，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放松，玩游戏真的能让人心情变好。对，放松是一个很大的好处，特别是学习或工作了一整天，玩一会儿游戏就像休息一下。对，还有就是可以锻炼反应能力。这个词很好，锻炼就是让身体或脑子更强的意思，比如锻炼身体，锻炼记忆。对，我觉得玩动作游戏真的能锻炼反应，你要看得快，按得快。对，而且有些游戏还能锻炼脑子，比如策略游戏、解谜游戏。对，要一直思考怎么赢，玩久了，好像真的更会计划事情。对，这其实也是一种逻辑思考。逻辑思考就是你要有顺序的想问题。对，比如如果这样，那就那样，一步一步想。没错，所以游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帮助学习。对，而且还可以学到一些新的词。对，比如有些游戏是中文的，有的游戏有很多故事，玩的时候可以学到新词，学到新的表达。对呀，我以前玩一个中文游戏，
里面有好多有趣的对话，我学到了很多句子。哈哈，那你真是寓教于乐啊。寓教于乐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难。对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寓教于乐，意思就是在开心的事情中学习。这个词好棒，我觉得学语言也可以这样。比如通过游戏、电影、音乐来学中文。对，那我们再说说坏处吧。我觉得最大的坏处就是容易上瘾。对，上瘾这个词要解释一下。上瘾的意思是太喜欢一个东西，控制不住自己。比如他对手机上瘾了，或者我对咖啡上瘾。对，很多人玩游戏就是这样，一玩就不想停。对，玩得太久会影响睡觉、吃饭、学习。对，还有的同学上课都在想游戏，成绩就会变差。这个我小时候也有过，那时候特别喜欢一款游戏，上课就在脑子里想我下次要怎么打那个怪。这说明你那时候真的沉迷了。对，不过后来我自己意识到这样不好，就慢慢控制时间。我也是，现在我都会规定自己每天最多玩1个小时。这个方法很好，其实要做到合理安排时间。合理安排时间就是要平衡游戏、学习、生活，对吧？对，比如你先写完作业，做完工作，再玩一会儿游戏，这样就不会影响生活。对，这样玩起来也更开心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坏处就是玩太久容易让眼睛累。对，真的，尤其是长时间看电脑屏幕，眼睛会干，会酸。所以要记得休息，可以看看远的地方，眨眨眼，喝点水。对，老师以前教我们一个方法，20-20-20。这个是啥？就是每20分钟看20英尺外的地方，看20秒。哈哈，这个方法不错，可以保护眼睛。对，所以玩游戏没问题，但要注意身体健康。对，还有一个坏处是，有时候游戏里的语言或者内容太暴力。暴力是什么意思？暴力就是打人、伤害别人的行为。比如有些射击游戏，画面太真实，对小朋友来说不太好。对，我觉得家长可以帮孩子选合适的游戏。我发现现在的游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在游戏里聊天。对，以前玩游戏都一个人玩，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语音聊天，可以一边玩一边说话。对，像语音聊天这个词，语音就是声音，聊天就是说话，合在一起就是用声音和别人说话。有时候语音聊天也能认识新朋友，比如你在游戏里碰到一个很好玩的队友，2个人一边玩一边聊天，就变成朋友了。哈哈，不过也有的人在游戏里太激动会吵架。对，有时候输掉了就会生气，比如你怎么不帮我？哎呀，又输了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，玩游戏是为了开心，不是为了生气。没错，我觉得游戏可以让我们放松，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比如反应快一点，学会和别人一起做事。说得很好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收听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